上集我们说到，领主与马哈特联手整顿了这座充满恶意的城市，使维伊泽的经济迅速成长，而领主也决定让马哈特正式从幕后走到幕前。马哈特一边从容地为红茶注入热水，一边询问所谓的幕前工作究竟是什么，但领主却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提起勇者辛梅尔已经击败魔王的消息。马哈特闻言仅淡淡表示自己略有耳闻，语气中并没有任何波动。领主接着询问他对于魔王被击败了是否有所感想，但马哈特依旧回答没有。领主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望向远方的城市，提到如今的维伊泽因为勇者的胜利而变得格外热闹，人民沉浸在迎来和平的喜悦之中，因此自己打算以纪念这个时代为由，正式任命马哈特成为格鲁克家族的魔法使。马哈特听后便询问起原因，领主则表示这样一来，他在目前行动会更加方便。然而看住马哈特递来的红茶，领主则感叹这是个令人怀念的味道，并好奇魔族是否也会热衷于红茶。马哈特则平淡回应，自己只是模仿人类而已。领主进一步询问他为何会选择这种茶，但马哈特却反问道，是否不合他的口味？这是他从仆人那里得知夫人生前最喜欢的茶叶。领主听后便明白，这一切都是出自马哈特的模仿行为，但他也指出马哈特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因为虽然名义上马哈特如今是领主家的客人，但自己的仆人并不会轻易将领主的事情告诉别人，因此这也证明魔族确实擅长欺骗人类，不论是否有意为之，这份能力都是可利用的。马哈特听后便理解了，领主是希望自己负责处理与贵族之间的关系。领主闻言当即解释道，杀人只是达成目的的最终手段。而说完这句话，领主则询问马哈特，刚才是否有从自己的言语中感觉到恶意呢？但马哈特却只是平淡回应，自己并没有恶这个概念，但能看出领主似乎乐在其中。领主轻笑回应，马哈特看起来不也是如此吗？两人此刻都沉浸在这微妙的关系之中。领主随后就缓缓开口，既然马哈特无法理解正义与邪恶，那么就由自己来教导他，他只需要按照命令行动，照住指示去杀人，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就能逐渐理解这些概念。马哈特轻声询问道，如果最后依旧无法理解该怎么办？领主只是淡淡表示，既然自己已经利用了他的力量，那么无论结果如何，自己都会一直奉陪到底，直到马哈特真正理解这些概念为止。马哈特闻言也表示明白，但同时也好奇领主是否已经想好在平定维伊泽之后要如何处理自己这个麻烦。领主只是露出微笑，反问他觉得呢？马哈特见状也轻声回应，自己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随后领主将马哈特的存在正式公开，让他从幕后走到幕前，而马哈特也迅速融入贵族社会之中。随着时间推进，他逐渐获得了贵族们的信任，其中一名贵族更是亲自向他表达感谢，感谢他这些年为维伊泽的发展付出心力，同时也好奇马哈特为何会选择留在这座城市。马哈特则平静回应，人类与魔族之间的战争源自于复仇的连锁，如果彼此能够理解与接纳，那或许就是迈向共存的第一步。贵族听后当即表示认同，然而就在此时，下属却突然上前向他汇报道。贵族神情一变，语气也变得严肃，表示如果所有魔族都能像马哈特一样就好了，他们是真心信任马哈特，因此也希望他能为维伊泽而战。同一时间，领主也来找马哈特，表示情况变得棘手。马哈特则回应自己也察觉到敌人已经进入自己的魔力探知范围。领主闻言轻笑表示，敌人吗？那还真是个有趣的措辞。如今魔王军残存势力正朝维伊泽袭来，不知贵族们是否有对他说了什么。马哈特回应对方想借此测试自己的忠诚心，但领主很清楚这种行为毫无意义，因为马哈特根本不可能拥有忠诚这种情感。马哈特听后也只是露出淡淡的笑容。领主随后就转身准备离开，并让马哈特去将所有敌人歼灭，但并不是为了取得人民的信任，因为马哈特是不可能存在忠诚的。随后马哈特独自迎战来袭的魔族军士，尽管对方由闪电修莱克将军率领，但在马哈特压倒性的力量面前毫无意义，战斗很快就结束。他看住对方的遗体冷声表示，原本以为对方会更聪明，但在失去魔王的统帅之后也不过如此。随后马哈特就在全城百姓的欢呼声中回到城市，他在百姓眼中的地位也因此再次提升。而领主此时也询问他，听说他能担任魔法指导，是否代表他也能使用人类的魔法？马哈特则解释，这是一位名为索利提尔的魔族教导自己的，他是一名同样热衷于研究人类的魔族。领主接着询问，刚才席卷战场的是否就是人类常见的普通攻击魔法？难道连这种魔法他也能运用自如吗？马哈特则自信回应，这种魔法正是出自自己的老朋友之手，而人类在这方面的造诣根本无法与自己相比。领主听后若有所思，随即表示自己有一个提议。随后领主就将马哈特带到教堂，表示眼前这名孩子是自己亲戚的孩子，父母已经不幸去世，如今每天都会来教堂祈祷，小时候也经常和自己的女儿一起玩，还曾说过将来想成为魔法使，因此现在需要一件事情来转移注意力，
才可以让他摆脱这种整日沉寂在悲伤的日子。于是领主要马哈特去教他魔法，但马哈特一开始并不愿意。但在领主表示这是命令后，也改变了态度，主动去找邓肯说明来意。但邓肯当场表示无法信任他，因为自己的父亲就是被魔族杀死的。马哈特却平静回应，正因如此，这样的教导才更有意义。邓肯随即询问他是否真的很强，马哈特自信表示自己是七崩弦中最强的。邓肯则继续追问，那自己是否也能变得那么强，强到足以将他杀死？马哈特轻笑回应，一切取决于邓肯的表现。之后的日子里，邓肯便跟随马哈特学习魔法，而在某一次的远程魔法训练中，马哈特提醒他集中力已经下降，应该休息，但邓肯依旧固执地再次释放攻击，而这一击终于命中了远处的巨石，这让马哈特也不由有些惊讶，而邓肯也终于才愿意停下来休息了。就在此时，领主带着小女儿来到现场，小女孩开心地跑去找邓肯一起野餐，而马哈特则对领主表示，邓肯似乎仍不愿相信自己。领主却认为这反而是好事，因为马哈特太擅长欺骗人类，人需要有活下去的目标，就算是为了复仇，也比整天在教堂祈祷要好。他也没想到学习魔法能让那孩子再次露出笑容。看住两人野餐的画面，马哈特询问大小姐是否对邓肯抱有好感，领主则自信否认，表示自己的女儿不可能喜欢邓肯，也直言马哈特果然还是不理解人类的爱情。随着时间推移，邓肯在马哈特的指导下逐渐成长为优秀的魔导师，而马哈特也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直到某一天，领主将马哈特叫进房间，告诉他自己的女儿已经与邓肯订婚，邓肯也将会入赘格鲁克家族。马哈特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领主见状询问原因，马哈特则表示自己当年的判断果然没有错。领主只能装作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并表示这一切也有马哈特的功劳，如果不是他的教导，邓肯也不可能年纪轻轻就在军中崭露头角。但随后领主话锋一转，表示还有一个坏消息，北部高原最北方的城市遭到一名魔族袭击，对方仅凭一己之力就屠灭整座城市，而目前完全没有任何情报线索。虽然他知道马哈特也不会有相关情报，但一般民众可不会这么认为。马哈特自然明白，在民众眼中，只有像自己这种级别的大魔族才有可能做到屠城之举。领主也顺势补充，如今舆论已完全倒向贵族那一方，他们这次已经无法拒绝对方的要求。马哈特闻言反问，是否打算将自己处死？领主却只是反问他，你觉得他们有那个能力吗？他们给了我这件东西。马哈特一眼就认出那是支配十环。领主进一步说明，贵族们透过散播谣言让民众相信，只要掌控马哈特就能获得无尽财富，导致如今民意完全站在他们那边。而贵族们提出的条件是透过十环下达命令，让马哈特必须服从唯一则的人民，同时不得对其产生任何恶意。话一落下，领主忍不住露出笑容，反问马哈特是否也觉得这些人太愚蠢了，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魔族这种存在。接着打趣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条件，只要带上十环，一旦对人民产生恶意就会死亡。马哈特轻声回应，既然领主曾说过会陪伴自己的好奇心，那这种约束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呢？于是马哈特就在众人的见证下带上了十环。随着时间推移，马哈特依旧陪伴在领主身边。而就在某一天，领主的女儿也去世了，邓肯跪坐在棺材前，久久无法接受。领主则安慰他，表示女儿从小体弱，自己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也因为邓肯的陪伴，他这些年才能过得如此幸福。但在那之后，邓肯再也没有回来扫墓，只有领主每天前来祭拜，这让马哈特都忍不住提醒，是否还记得当年他自己说过，整天跪主祈祷并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领主只是笑着回应，没想到这句话有一天会从马哈特口中说出。但如今已经年迈的领主甚至需要马哈特搀扶才能起身。马哈特随后就准备将马车换来，但领主却表示想走一段路。在路上，他也忍不住感叹道，人类与魔族的时间流逝的速度截然不同。此刻的马哈特的外貌完全没有变化，想必对马哈特而言，这段岁月或许也只是一瞬间而已吧。但马哈特却认真回应，虽然时间短暂，但这段共度的岁月对自己而言是无价的。领主笑住调侃他太过肉麻，但也承认自己同样如此看待，并称马哈特是自己最特别的朋友。就在此时，马哈特缓缓说出自己决定要亲手摧毁这一切，或许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恶意与罪恶感。领主并没有阻止，只是拿出香烟让马哈特替自己点火，并表示这将是最后一根烟，自己早已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马哈特闻言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领主则反问他为何会露出这样的表情，随后平静说道，自己与他相处了30年，早已看透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既是自己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无可救药的恶徒，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就像现在的自己一样。话一落下，领主的身体逐渐化为黄金，他在最后一刻轻声说道，这段人生对自己而言是一段美好的旅程。马哈特也微笑回应，自己也是如此认为。下一瞬间，整座唯一泽被完全转化为黄金。